楚老板，咱们明人不说暗话，电子厂这批进口晶体管的单子油水确实大，但去省城的600公里走的是什么路？那是鬼见愁的18弯。明天早上8点必须发车，可兄弟们这腰间盘最近都突出了啊！这趟活我们商量好了，干不了。赵队长，电子厂是台资企业，这批货挂着外贸加急的指标，明早发不了车，违约金是30万。你这个时候跟我说干不了，少拿30万吓唬人！满临江市你去打听打听，除了我们虎哥带的这帮老兄弟，谁认得去省城的那条路？谁能在烂泥地里把半挂车给刨出来？楚老板，想让这30台重卡明天冒黑烟也行。第一，这趟去省城的单子，兄弟们的辛苦费得翻3倍。第二，以后车队的调度权、路线安排得我赵虎说了算，你别拿你那套什么打卡考勤的破规矩来烦我们。楚总这回肯定得服软了。3倍辛苦费还要调度权，赵虎，你这是凭手艺吃饭还是张嘴抢劫？话别说那么难听，没我们这帮老方向盘，你明天连个车轱辘都滚不出这个大院。你以为你读过连大学，接手了个破车队，就能在这个地界上当土皇帝了？不用等明天了，就今天。这里的钱是你们这30个大爷这个月的满勤工资，还有遣散费，1分不少。拿着钱放下车钥匙，滚蛋！你要开除我们？楚恒，你他妈是不是疯了？没了我们，明天这车队就得散伙。没了你们，明天这凌云车队才算真正活过来。从今天起，我的车队不需要路霸，更不需要大爷。好，姓楚的，你有种！你真以为那些破卡车自己能长腿跑去省城？我告诉你，出了这个门，你明天跪在地上求我，老子都不回来。到时候那30万违约金能把你活活逼得跳楼。门没锁，慢走不送，钥匙留下。兄弟们走，我倒要看看明天天盛电子厂的台巴子来要货，他楚恒拿什么交差？本场就剩大宽那几个连省城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的生瓜包子，能跑长途？做梦去吧！楚总，你咋真把虎哥他们全赶走了？明天天盛的单子要发车啊！完了，全完了，咱们连认路的人都没了。大宽，去把墙上那块旧调度黑板给我砸了。临江省城等高线与国道切分图。楚总，这是啥？这叫现代物流网额化标准图。谁告诉你把货送到省城就必须是一个司机从头开到尾的？大宽，你今天连夜去交线，给我招30个会开拖拉机、会挂档的退伍兵或者老乡，不需要他们认得去省城的路，不需要他们懂修车。不认路，那怎么开啊？从明天早上开始，凌云车队彻底废除长途跟车制，我要把这600公里的路切成12段，每人只负责50公里，不需要动脑子，不需要认全省地图，只要沿着这条线把车开到下一个节点换人，车不熄火，人停车走。赵虎以为自己捏住了我的命脉，明天我会让他看看什么叫工业化物流的降维打击。哥们儿，你们车队这待遇是真的假的？哥们儿，俺在部队开了3年运兵车，退伍回来还没找到活，只要不克扣工资，俺啥苦都能吃。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俺可不信。小兄弟，你们这车队是要往哪儿跑啊？给这么多钱，不会是拉什么违禁品吧？不拉违禁品，是拉天盛电子厂的正规货。但是路线是去省城，600公里的107国道。去省城？我的亲娘嘞！那条路全是盘山道和烂泥坑。前几天刚下了大雨，半路上还有车匪路霸，那是老司机提着脑袋才敢跑的死亡线。俺们这些就在村里开拖拉机的人，去了连人带车都得翻沟里。哥们儿，不是俺不敢拼，是那条长途线根本不认识路啊！大半夜的，连个路标都没有，迷路了咋办？谁告诉你们我要让你们去跑600公里的长途了？老板，你刚才这位小兄弟明明说终点是省城啊！终点是省城没错，但我楚干定下的新规矩，不需要你们去当什么车神，更不需要你们去认全省的地图。小陈是吧？楚烈，到！明天早上6点，你的任务不是驾柴去省车，而是顺着国道一直开到距离临江市只有50公里的3道沟。到了3道沟，你的任务就结束了，把车停下，换下一位兄弟接着开，你坐客车回车队睡觉。啊？就开50公里？这就完了？这50公里换人，这就是凌云车队的轴式接力网。我把去省城的600公里切成了整整12段，每一段只有50公里。你们不需要去面对什么车匪路暴，不需要去翻山越岭，你们每个人每天就只在这固定的闭着眼睛都能背下来的50公里路段上来回开，把车交给下一个兄弟，你就能拿到50块的提成。这50公里的烂路，你们敢不敢跑？能不能跑熟？老天爷呀！老板，你要这么说，那俺绝对没问题啊！别说50公里，就是100公里，俺跑上3趟也能闭着摸出哪里有个坑啊！这不就是在家门口转悠吗？楚总，这不就是部队里的接力跑吗？我只要跑这一小段，人在车在，绝不掉链子，哪怕是下刀子，我也能按时跑到下一个交接点。拿了我的高薪，就得守我的铁律。凌云车队从今天起实行绝对的军事化流水线管理。第一，交接时间误差绝不允许超过10分钟，晚1分钟扣1趟的奖金。第二，这50公里内绝不允许私自停车，不允许搭乘任何外人。第三，车上的货是加急外贸单，谁敢在路上偷车里的一滴柴油，或者动货箱里的一个螺丝钉，
我楚恒保证让他把牢底坐穿。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楚总，5点59分了，这30个兄弟全都是新手，这轴复式接力真的能成吗？万一中途哪个环节掉链子，天盛电子厂那30万违约金，咱们可就真赔不起了。大宽，记住一句话，不要把企业的命运寄托在少数几个能人的经验上，只有极度标准化的流程才是坚不可摧的机器。时间到，发车。胡哥，听说楚恒昨晚大半夜跑去郊县招了一帮开拖拉机的泥腿子，这会儿估计正逼着他们上车呢。让他作600公里的省道，没有老子带路，就凭那帮生瓜男子，不出3个小时，全得在烂泥坑里趴窝。我连拖车都联系好了，等天盛的台商去要账的时候，咱们就去把凌云车队的车以白菜价全给收了。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什么动静？虎哥发车了，楚恒的车队真的发车了，而且开车的全他妈是生面孔，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帮连路都不认识的新手，怎么可能把车开得这么齐？他们在找死，老子就在这儿等着，等他们翻进沟里的消息。他根本不知道，一台名为现代物流体系的恐怖齿轮已经开始无情的运转，并将彻底碾碎他引以为傲的江湖规矩。这都快10点1刻了，小陈那小子怎么还没到？不会是第一次开重卡，在半路上吓得尿裤子了吧？周哥，1号车安全抵达，一路上车况良好，连个螺丝钉都没松。我的老天爷，50公里你们就跑了1个多小时，这速度也太邪乎了吧！废话少说，严格执行楚总的计划，人歇车不歇。2号司机立刻上车，发动机不许熄火，快！明白，快！2号路段出发。小陈干得漂亮，这是你的单趟提成，楚总说了，当场结清，绝不拖欠。坐后面的客车回临江休息吧，明天同一时间还要跑这趟线，真给钱啊！跑了1个多小时，比我以前在工地上干3天挣的都多。张哥，你替我谢谢楚总，只要楚总一句话，我小陈这条命以后就卖给凌云车队了。搞什么飞机啊？那个凌云车队到底靠不靠谱？这批进口精品管要是赶不上早上8点的货轮，违约金能把我们天盛赔到破产啊！你现在马上给临江市打电话，问问他们的车开到哪里了。是，林总，打不通啊，长途大货车都在荒山野岭里，根本联系不上。按照临江那边的传统车队速度，跑600公里至少得3天2夜。他们昨天早上才发车，就算长了翅膀，今天早上也绝对到不了啊。3天2夜，好得很。等天一亮，我立刻让法务部起草律师函，我要让凌云车队的那个叫楚恒的老板去坐牢。这可怎么办？报告林总，凌云车队30台重卡满载天盛电子厂加急外贸订单，已全部准时抵达，行程耗时22个小时，货物零破损，封线完好，请您验货。22个小时，600公里的烂国道，你们不到1天就跑完了，这怎么可能？你们难道都不睡觉不吃饭的吗？难道你们的车是装了火箭发动机吗？林总，俺们当然要睡觉。俺昨天下午还在家里睡了个午觉呢。俺们楚总搞了个啥轴虎式接力网，一段路只跑50公里，到了地儿就换人，车不熄火，人停车走。这一路上车轮子连1分钟都没停过。Hub and Spur 啊，这是美国联邦快递才刚刚开始试验的现代物流概念。你们内地的一个小车队竟然能够做到如此完美的 SOP 执行力，天才！你们的楚老板是个绝对的商业天才。助理，把车上的大哥大给我拿过来，立刻，马上！楚总，我是天盛电子厂的林某，我收回我之前所有的偏见。你们不仅按时送到了货物，还提前了整整4个小时，这种效率在整个大陆都是奇迹。林总过滤了，在现代工业标准面前，没有什么奇迹，只有精准的数据和执行力。既然货送到了，30万的违约金，我想应该是不存在了。还谈什么违约金？楚总，我立刻让法务部重新拟定合同。我们天盛电子厂未来1年的所有陆路运输业务，总价值200万的单子，全部独家包给你们凌云车队，不还价，我只买你们这套无可匹敌效率和确定性。合作愉快。胡哥，出邪事了！省城那边刚传来的消息，凌云车队那30车不仅没翻沟里，还提前交货了。天盛电厂的台商当场拍板，把全年的单子全砸给楚恒了。不可能！一帮泥腿子怎么可能跑得过我们这些10多年的老司机？楚恒这小王八蛋到底用了什么妖术？虎哥，发这么大火干什么？气大伤身啊！虎哥，我都听说了，那个叫楚恒的大学生搞了个什么接力跑，确实有点门道。但你别忘了，车跑得再快，
他也得喝油啊。王老板，你有什么道子？只要能弄倒楚恒那小子，夺回我的车队，我赵虎以后给你当牛做马。机器是不认钱，但开机器的人认啊。楚恒招的那帮新手，都是些穷得叮当响的泥腿子。你带上兄弟，去他们那50公里的交接点守着。半夜3更，荒郊野岭的，你给那帮新司机塞点钱，让他们把油箱里的柴油用皮管子抽出来半价卖给我们。一箱油抽个几十升，神不知鬼不觉。等月底结账的时候，楚恒就会发现他赚的那些运费还不够填油钱的窟窿。哈哈哈，高！王老板实在是高。楚恒啊楚恒，你以为换了司机就能高枕无忧了？老子这次要让你不仅破产，还要赔得连裤衩都不剩。兄弟们，抄家伙，带上油桶，咱们今晚就去收过路费。一场针对现代物流命脉的疯狂偷油阴谋悄然张开了毒牙。谁呀？俺们是凌云车队的，车上拉的是外贸货，你们别乱来啊！老李头是吧？别害怕，我赵虎，以前这车队的队长。兄弟们大半夜在外面跑车，辛苦了。虎哥，你找俺干啥？俺就是个开拖拉机出身的，挣点辛苦钱。老李，哥知道你家里还有2个娃要上学，楚恒那小子给你开500底薪，那是把你当牲口使。今天哥给你指条明路，这50块钱你拿着，让我兄弟从你这东风车的油箱里抽50升柴油走。这东风车的大油箱装好几百升呢，少这么一点，油表根本看不出来。这不行啊！楚总说了，这是偷厂里的血，要是查出来，俺这饭碗就砸了，还要去坐牢的。给脸不要脸是吧？你以为老子在求你？你今天要是敢说半个不字，老子现在就把你的车玻璃全砸了，再卸你一条腿。荒郊野岭的，我看楚恒怎么来救你。抽吧，但只能抽50升，多了，俺真没法交差呀。这才上道嘛，马无夜草不肥，咱们这是双赢。楚总，这个月的财务报表出来了，天盛电子厂的200万撤单子，加上我们接的其他散单，咱们这个月的营业额翻了整整3倍。可是什么？直接念净利润。可是咱们净利润是负数，我们不仅没赚钱，账上的现金流反而亏空了整整5万块。胡说八道，怎么可能亏钱？我们的车每天都在连盘转，1分钟都没停过，运费收的手抽筋，这钱难道长翅膀飞了？钱没飞，是油被喝干了。楚总、宽哥，你们看这项燃油消耗费，按照重型卡车的正常油耗，满载情况下100公里最多25到28升。可是这个月，咱们整个车队的平均100公里油耗飙升到了恐怖的42升，高昂的油费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吃光了。100公里42升，他们开的不是卡车，是坦克。大宽，你去查了吗？查了，我昨晚偷偷开着吉普车去国道上溜了一圈，是赵虎。那个王八蛋联合了黑车中介王富贵，半夜在接驳点堵咱们的新司机，威逼利诱，连哄带骗，让咱们的司机把油箱里的油抽给他们半价收购。老李头、小陈他们几个全都被拉下水了。楚总，这帮硕鼠是在喝咱们的血啊！你发话吧，我这就去把老李头他们全开除了，然后带着院子里的保安今晚去黑风口蹲点，只要赵虎敢来，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们不可。大不了我去蹲几天，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车队被他们搞垮。把扳手给我放下！大宽，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江湖草莽的浆糊吗？你去教训他，明天就会有第2个李虎、王虎来抽你的油。那咋办，楚总？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们偷？咱们报警吧！报警抓了赵虎。新来的司机在金钱面前依然会犯错。大宽，记住我的话，传统的管理总是试图去考验人性的道德，而在现代工业化的世界里，我们只相信绝对的系统与数据。通知全厂，今天下午所有车辆停止发车半天，再让后勤度采购科去市里把能买到的最高级别的防伪铅缨全给我买回来。楚总，你要干啥？我要用规矩让他们自己主动去保护油箱。小陈啊，完了，俺们不仅要被开除，估计还得赔钱。俺怎么就猪油蒙了心，听了赵虎的鬼话呀？最近车队油耗异常，100公里飙到了40升以上。我知道是为什么，我也知道是谁干的。楚总，俺错了，俺该死，是赵虎拿铁棍逼着俺，还给俺塞钱，俺一时糊涂啊！你报警抓俺吧！在没有规矩的泥潭里，要求每个人出淤泥而不马，那是扯淡。系统有漏洞，苍蝇才会来叮。我楚恒今天不开除任何人，不扣你们1分钱工资，但从今天起，这个漏洞我彻底把它焊死。第一步，物理封锁。从现在开始，把车队所有重卡的油箱盖全部给我加上特制的防盗滤网，并打上这一次性防伪铅封。没有总部的钥匙，谁敢强行砸开，只要发现铅封断裂，当场开除，移交法办。昨天我亲自开着一辆满载的重卡，在107国道上跑了一圈，
测算出了极限的精准数据。综合下来，我给你们定下一个绝对宽裕的指标：100公里定额25升。从今天起，每次发车前，财务按25升的标准给你们加满油。如果你开车习惯差，半路没油了，自己掏双倍的高价钱买油加进去。但是如果你懂得预判路况，合理化，绝不中途卖油。跑完这段路后，原本配给你的油没有用完，听好了，节油归己，超耗扣钱。如果定额是25升，你开出了22升，省下来的那3升油钱，交接班的时候，财务榜当场按照市价现金奖励给你们，上不封顶。你们省的越多，赚的越多。楚总，您的意思是说，只要咱们好好开车，凭技术省下的油，公司当场返现金？这钱比卖给黑市还赚，而且赚得干干净净。对，黑市收你的油还要压你的价，还要让你提心吊胆。但在凌云车队，这叫凭本事吃饭。我楚恒要让你们站直了，把钱给挣了。楚总，俺服了，俺老李这回是真服了。您放心。以后赵虎那个王八蛋要是再敢来碰俺的油箱，俺不用您动手，俺拿修车天峻鼎敲碎他的狗头，那是俺娃的学费呀！站直了挣钱，保护油箱，绝不超耗。这都凌晨1点了，凌云车队的卡车怎么一辆都没停下？虎哥，刚才明明过去了2辆楚恒的车，俺拿手电筒晃他们，那帮人不仅不停，还有个司机朝俺竖中指。他们是不是不敢卖了？放屁！哪有猫不吃腥的？财帛动人心，老子就不信楚恒能天天派人盯着他们。给我继续蹲！今天不抽满10桶油，谁也别想回去睡觉。来了，兄弟们，抄家伙，跟我上！小陈兄弟，又见面了，哥几个可是等了你大半宿了。赶紧的，老规矩，摇上车窗把钱拿了，让我兄弟抽50升油走，别耽误大家的时间。赵虎，你带着你的人滚吧，凌云车队的油从今天起1滴都不会卖给你。你他妈活腻歪了是吧？你以为你是谁？敢跟老子这么说话？50块钱嫌少，行，老子今天大出血，给你80，赶紧开油箱。80，赵虎，你少拿那几个臭钱来分我。楚总昨天刚发了话，车队实行油耗 KPI 分红。我凭我的技术，只要这趟省下3升油，回了车队就能正大光明的拿到财务发的现金奖。这油箱里的每1滴油，现在都是我小陈自己兜里的真金白银。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楚恒搞个什么狗屁分红，你就能护得住这油箱了？老子今天不仅要抽你的油，还要砸你的车！刀疤，去把油箱盖给我撬开！给脸不要脸的东西，看老子不把你的油吸干！虎哥，这油箱盖上怎么焊了个大铁网？而且这盖子上还挂着一个死沉的铁疙瘩，好像是银行印钞车用的防伪铅封，根本撬不动啊！楚恒这个瓜娃子真他妈绝呀！行，小陈，铅封老子砸不开，但老子今天就砸烂你这驾驶室，把你车里拖出来废了！你动老子一下试试，来呀！你今天敢碰我的油箱，就是在抢我儿子买奶粉的钱，就是在断我小陈家里的活路。赵虎，你真以为我们凌云车队没人了是吧？兄弟们，有人要抢咱们的利润分红，要咱们的饭碗，怎么办？别让他们跑了，保护油箱！别乱来，打人是犯法的。我们走，我们现在就走。哼，滚！回去告诉王富贵，这107国道以后是我们凌云车队的规矩说了算。赵虎，你不是吹牛说能把凌云车队搞垮吗？现在呢，1滴油抽不出来不说，咱们自己的车队快要先倒闭了。你看看你们跑出来的数据，人家凌云车队1天跑个来回，100公里油耗25升，你们呢？3天跑1趟，中途还要在饭馆里喝酒洗脚，100公里油耗飙到了惊人的45升。这帮瓜娃子，是不是把老子车里的油也抽去卖了？王老板，这不能怪兄弟们啊，这叫行业潜规则。跑长途那么辛苦，兄弟们在路上卖点油，搞点外快，这不是一直以来的规矩吗？再说了，楚恒那是把司机当机器使，咱们可是讲人情味的。别跟我谈人情味，老子是商人，老子要的是利润。你们这帮毒瘤，老子花钱雇你们，你们反过来吸老子的血。现在运费全赔进油钱里了，几个大客户看我们3天2头晚点，全跑去凌云车队了。哎呦，是建材厂的李总啊，您那批货我们明天一早就去拉，保证。不用了，王老板，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从今天下午开始，我们厂所有的外运业务全部交给凌云快运。别啊，李总，是不是运费的问题？我给您降价，降2成行不行？降价？你就是免费给我运，我都不敢用。你们的车经常抛锚晚点，我的工程进度全被你们耽误了。你知道人家楚恒今天在报纸上打出了什么口号吗？什么口号？凌云快运，全省独家推出，省内定日达，超时免运费。人家敢把这种白纸黑字的承诺写进合同里，只要晚到1小时，全额退还运费，还赔偿客户损失。你们猛虎车都队敢签这个对赌协议吗？定日达，超时免运费。王老板，楚恒那是疯了，省道上哪有准点的事儿？咱们只要找人在路上给他制造点麻烦或者堵车，他赔违约金都能赔死。堵车？赵虎，
你就是个彻底被时代淘汰的蠢猪。楚恒把路线切成了50公里一段的轴缝式网络，他的车是区域循环的，就算前面堵了，他直接换路线调配当地的车厢，根本不受长途路况的影响。这就是工业级体系的降维碾压呀！车队解散吧，那几辆二手车卖给废品展，在临江市，以后只要有凌云的旗子插着，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了。旧江湖真的死了。楚总，大获全胜！咱们的定日达业务推出后，彻底垄断了临江市80%的高利润货源。王富贵的猛虎车队3前正式宣告破产解散。这个月，咱们给司机们发出去的节油分红和准点奖金，足足有10几万。现在全省的司机挤破了头都想进咱们凌云的大门。哼，大宽，这只是开始。用现代企业标准和利益共享机制，把人变成合伙人，而不是消耗品，这才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根基。回去吧，咱们楚总早定下规矩了。凌云快运实行公备背景数据系统化核查，凡是有偷盗、敲诈、破坏市场规矩前科的人，红牌终身禁入。凌云不收垃圾。楚总，出大乱子了！咱们新签的大客户金镇家电厂那边20辆重卡全被堵在厂区出货口了。第一辆车早上6点就到了，到现在整整4个小时，连一半的货都没装上。怎么回事？是家电厂的生产线停工了，还是没有货？货全在仓库里堆成山了，但是他们那个仓储部主管老齐死活找不到我们要拉的那批特定型号的彩电，而且他们装车全靠人工用肩膀扛，工人累得吐血，速度慢得像蜗牛。再这么耗下去，咱们的轴复式接力网时间节点就要全盘崩塌了。走，备车，去金盾家电厂。现代物流是一个紧密咬合的齿轮组，如果前端的仓储是个烂泥潭，我的车队跑得再快，也会被活说拖死。这就是金盾的家底。齐主管，我们凌云的车在外面排了一条长龙了，你们这装车速度也太慢了吧？刚才说好的300台21寸纯平彩电，怎么到现在才装了不到50台？喊什么喊？年轻人火气这么大干什么？这可是几万件货的仓库，你以为是你们的家菜园子拔萝卜呢？我不得挨个对账，再让工人去货堆里找吗？找货需要找4个小时，你们连个分区都没有，这不纯粹是瞎耽误功夫吗？哼，分区？老子在这个仓库干了15年，这几万件货哪批在哪儿，全在我齐某人的脑子里装着，这就是我的基本功。今天是因为刚进了一批电冰箱，把那批彩电给挡在最里面了。要想装彩电，就得先把冰箱全搬开。你们车队要是嫌慢，就把车停在外面等着，明天再来装。完了，齐主管，俺不是故意的，这箱子太滑了，俺实在扛不动了。你眼睛喘气儿的，这台彩电多快，你半年的工资都赔不起。给我滚去财务领罚单！老齐，你搞什么名堂？省城第一百国货大袍下了死命令，下午3点前这批彩电必须上架搞促销活动。咱们厂新引进的德国生产线，一天能造1000台，怎么到了你这发货的环节，一天连300台都发不上去？厂长，这真不能怪我啊！厂里产量翻倍，但我手底下的搬运工就这几十号人，而且他们凌云车队催得太紧，工人们一着急，可不就容易摔坏东西吗？我看还是得让厂里再给我招50个搬运工，再招50个人。厂里现在的利润已经很薄了，哪里还养得起那么庞大的后勤队伍？刘厂长恕我直言，就算您再给他招500个搬运工，这个仓库依然是个吞噬您企业利润的黑洞。您是刘厂长，这是我们凌云快递的楚恒楚总，原来是楚总，久仰大名。楚总啊，您帮我们出主意，这货到底该怎么发呀？刘厂长，贵厂花了几百万美金引进国外生产线，让制造效率接过了国际，却任由一个思想停留在60年代的人，用脑力记忆和肩扛手提来管理你们的商业命脉，这是在暴殄天物。几十斤重的电器，没有任何承重垫板，直接层层叠压，底层的显示管在仓库里就已经受了内伤，工人们纯靠容力搬运，效率低下且极易造成货损。而最荒谬的是，你们竟然把上万件货物的物理位置寄托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如果老齐今天生病请假了呢？如果他辞职了呢？你们金盾家电厂的仓库是不是就彻底瘫痪了？你个开大货车的懂什么仓储？不用脑子记用什么记？难道让这些大字不识几个的搬运工去记吗？我告诉你，没有我老齐，这仓库明天就得乱成一锅粥。不用明天，就今天，给我3个小时。如果我不能让这300台彩电在15分钟内装车完毕，我凌云快运赔偿你们这单所有的延误损失。但如果我做到了，从今天起，金盾家电厂的仓储管理业务，连同干线运输，全部独家外包给我们凌云集团，你们只需要负责造，剩下的我来接管。好，楚总，只要你能把货按时发出去，
这仓库的指挥权我现在就交给你。老齐，你闪开，听楚总的。行，我倒要看看你个黄毛小子怎么在15分钟里把300台电视塞进车里，我就在这看着你。大宽，立刻给临江市的木材加工厂打电话，按我给的尺寸标准，加急送200块木质标准化托盘过来。第二，派车去市里的机械租赁站，给我租2台液压手动叉车回来，动作要快。忘掉你们那个什么脑力记忆，从现在开始执行现代仓储第一铁律 SKU 数字作业。楚总，啥叫 SKU 啊？不要去记这是什么牌子的电视，把仓库划分为 A、B、C 3个大区，每个货架边上排号。比如这台21寸彩电，它的代码不再是它的名字，而是 A 区03排15号。把这个代码用记号笔写在不净胶上，贴在每一个纸箱的正面。所有货物立刻放置在托盘上，每层4台，码放3层。用塑料缠绕膜给我死死裹住。从现在起，仓库里禁止任何单独的纸箱接触地面，货物必须以托盘为一个整体单位进行流转。看好了，不需要你们用肩膀扛，把叉车的钢齿插进托盘底部的孔洞，轻轻压2下液压杆。我的亲娘嘞，这铁玩意儿也太省力了吧！这比俺们10个人一起抬还轻松啊！大宽，把咱们的重卡车厢后门全部打开，倒车贴紧月台，叉车手开始装车。楚总，刘厂长，300台彩电20不得5个标车完毕，全程用时11分30秒，没有任何货损。奇迹，这简直是奇迹呀！10几分钟装完300台电视，这在以前我连做梦都不敢想啊！楚总，您不仅是做物流的，您是真正的现代管理大师啊！刘厂长，物流的本质是让货被流通的速度无限接近于零损耗，没有标准化的 SKV 和托盘作业，卡车跑得再快也是空转。这仓库我凌云接了。接，不仅接这一个，从下个月起，金盾家电厂在全省的5个分仓全部交给凌云快运独家管理。老齐，你的那套脑力记忆法彻底过时了，从明天起去后勤处领个扫把扫地吧。这仓储主管的位置让给懂规矩的人。麻烦您快点行不行？我们凌云的车后面还有下一趟的接力任务呢，这都堵了3个小时了，您这验收速度也太折磨人了吧！催什么催？赶着去投胎啊！这里是省城国营荆州大厦，不是你们乡下，我们这儿有我们的规矩。你们送来整整800台彩电，500台洗衣机，我不得让手底下的理货员拆开箱子，拿着本子一台一台的把出厂编号抄下来吗？万一数目不对，这责任你替我担。钱主管，您睁开眼看看清楚，我们这批货在凌云的现代仓库里全部打好了标准木质托盘，外面缠着透明防震膜，一个托盘上整整齐齐20台。您只需要点一下托盘的数量，然后用叉车直接卸进你们的库房就行了，哪需要拆模一件件去对账？什么托盘，什么叉车，少拿你们私企搞的那套洋词来糊弄我！我告诉你，我们荆州大厦的规矩就是全手工点数，你们必须把那层塑料膜给我撕了，把彩电从那块破木板上搬下来，一件一件给我搬到月台上排好，我挨个抄完编号，你们才能走。一件一件搬，这可是上千件大家件，还要你手工抄写编号，那得耗到大半夜去。我们的轴护式接力系统全被你卡在这个后院里了，这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流转效率。我们的卡车不能停在这里当仓库。流转效率，那是你们凌云车队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在这卸货右台上，我老钱说了算。你要是不愿意按规矩一件一件搬，就把车熄火，在这儿耗着。今天点不完，就明天接着点。楚总，您可算来了！这荆州大厦的前主管简直是个油盐不进的顽固派，非要咱们拆了托盘，让工人纯手工搬运、手工抄写出厂编号验收。咱们在仓储环节好不容易抢出来的时间，全被他们在这卸货卖台上给耗光了。钱主管是吧？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按照你这种纯手工抄写、摘个拆箱点数的验收方法，你们荆州大厦每天盘点库房跟财务对账的时间需要多久？你又是谁？我们内部的事轮得到你管吗？盘库对账当然是每天商场关门后，财务和库管一起加班点，就算点到半夜12点。这也是我们国营大厂的敬业精神，你懂个屁！不，那不叫敬业精神，那叫对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对劳动者的无端折磨。这种落后的效率不仅拖垮了你们自己的财务系统，更是在阻断整个国家商业流通的大动脉。这小年轻好大的口气，敢跑这儿来全教训我？行啊，今天你们凌云的车一辆也别想卸，都给我在这烤着太阳吧！大宽，让司机们全部熄火，去医疗处喝水休息。你搬上一台彩电的样品，带上这台机器的出厂资料，跟我去一趟这栋楼的顶层。顶层？去哪儿？既然底下的人被洛的特权思想禁锢，那我们就直接去找能看懂未来的明白人，去找他们的总经理，谈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零售信息流革命。
吴总，这位是凌云快递的楚总，他说有解决咱们大厦财务对账和库存混乱的终极方案。凌云的楚总，久仰大名，最近你们车队的定日达在省城可是如雷贯耳。不过我们的大厦内部的对账难题，你们一家物流企业能有什么办法？吴总，你们之所以对账混乱、验收极慢，根源只有一个，你们的信息采集速度远远跟不上商品流通的速度。您的员工还在用眼睛看、用笔抄、用脑子记，在庞大的商品基数下，这必然会导致极高的出错率和信息滞后。谁说不是呢？可是楚总，商品成千上万，进货出货那么频繁，不靠人工一笔记一笔记，难道靠神仙算吗？吴总，凌云集团接管厂家的仓储后，给每一件商品都赋予了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这叫通用条形码。而取代人工抄写、终结糊涂账的神器，就是我手里的这东西。这是什么魔法？就这么滴了一声，几十个字母和数字就全录入电脑了，不需要人工核对，不需要手抄账本。没有魔法，吴总，只有科技与标准。您的员工在闷热的后院里用笔抄写这串信息需要30秒，还极有可能因为字迹潦草抄错一个数字。而我手里的扫描枪只需要1秒钟，而且误差率为0。楼下的前主管此刻正逼着我的司机拆开托盘，一件一件的手工搬运、人工点数。如果荆州大厦全面引入这套条码扫描系统，我凌云送来的一整托盘货物只需用叉车直接卸下。您的理货员拿着扫描枪扫过外包装的托盘汇总码，1分钟之内500台电视就能完成精准验收，并实时同步到您的财务进销存系统中。您以后查账只需要看电脑，一目了然。太震撼了，太震撼了！如果这套系统铺设下去，不仅是收货，咱们前台的收银结算、月底的盘点效率都能提升100倍啊！这哪是扫描枪，这是能救活我们整个大厦财务系统的定海神针啊！吴总，现代商业是一个紧密咬合的生态链。我凌云把车开得再快，仓储做得再好，如果没有终端卖场的信息化配合，商品依然到不了老百姓的手里。我愿意把这套凌云导码标准系统和硬件采购渠道无偿共享给荆州大厦，但前提是荆州大厦必须进行彻底的卸货码头改革。没问题，改，必须彻底改，谁敢阻碍效率，我就让谁滚蛋！看见没？别管什么凌云快递多牛气，到了咱们荆州大厦的后院，是龙他也得给我盘着。哼，这叫规矩。晾他们半天，看他们还敢不敢跟我叫板。田大明，你简是荆州大厦的罪人。吴总，您怎么亲自到后院这种脏撞差的地方来了？我这正严格把关，给这帮送货的立规矩呢。严格把关？你这是在阻碍先进生产力！你的这种傲慢、无知和僵化，正在拖垮整个商场的运营效率。你是在浪费国家的时间。从今天下午开启，荆州大厦后勤部全面废除人工抄单验收，立刻紧急从对面的机械厂调拨2台液压叉车过来，所有标有凌云快进标准托盘码的货物，一律免拆包装，整盘入库。后勤部全体人员由凌云的楚总进行为期3天的电子扫码系统紧急培训。吴总，这可使不得啊！不用人工点数，那咱们这大几十号库关员干什么去啊？那国外的机器万一出错了，算谁的呀？机器或许会停电，但绝对不会像你一样搞权钱交易，故意卡人脖子。钱大明，你的思想已经完全跟不上时代了。从明天起，你不用在后勤部当主管了，去负1楼的地下车矿负责打扫卫生吧。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是效率，什么时候再来找我。楚总，我以前以为咱们凌云快进只是一家能赚钱的运输队，今天我才明白，您是在给整个国家落后的商业模式立规矩啊！大宽，这就是科技与标准的力量。规矩从来不是用来刁难人的，规矩的终极奥义是为了让人类从繁琐的内耗中解脱出来，去创造更大的价值。楚总，我这腿怎么直哆嗦啊？今天来开会的不是各省的国营运输大厂，就是跨国大企业。听说那个什么米国的奥佩坑物流集团开着私人飞机来的，人家用的是卫星定位和全自动机械臂，咱们凌云快运能竞争得过人家吗？大宽，把背挺直了，记住，真正强大的物流体系不是靠堆砌昂贵的设备来炫技，而是看谁能用最因地制宜的成本创造出最高的流转效率。今天我们就教那些跨国巨头什么叫中国速度。Gentlemen and friends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frankly, after listening to the presentations from your local fleets, I am very disappointed. 你们的物流行业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50年，没有大型立体仓，没有 AGV 自动搬运机器人，甚至你们的司机连基本的英文路标都看不懂。这样的体系怎么能承担起跨国供应链的重任？
我们奥佩克愿意将最先进的米国物流体系引入中国，但我们的条件是必须由奥佩克独家垄断沿海到内地的5条核心经济干线。所谓的龙国物流国家标准，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制定，直接照搬我们奥佩克的内部英文手册就可以了。安德森先生，你们的设备确实先进，但如果在贵公司的主导下，我们本土那几百万名大货车司机将处于什么位置？他们当然是作为我们奥佩坑的廉价外包劳动力。太气人了，这哪里是来合作的？ Mr. Anderson, your arrogance is as outdated as a steam engine in the era of high-speed rail. 你是谁？难道我陈述的不是事实吗？各位领导，各位同仁，我是凌云快骏集团的总裁楚恒。安德森先生刚才说我们落后西方50年，那么现在请大家看一看大屏幕，看看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工业级降维打击。安德森先生觉得我们没有立体舱和机械臂就无法高效运转。请看，这是凌云快运独创的轴护式甩挂接力网。我们的重嘎车头和车厢可以在3分钟内完成分离与接憋，车辆24小时在途，人员按节点轮休。在不需要高航自动化设备的前提下，我们将省级干线运输效率提升了整整3倍。这是凌云联合制造厂和终端卖场打通的 SKU 条形码与液压叉车托盘化体系。从货物下线贴码到叉车整盘装卸，再到终端扫描枪低声入库，全链路误差率控制在10万分之一。我们没有花上千万美金去买你们的洋系统，我们用最接地气的 SP 规矩，实现了同等甚至更快的数据流转。凌云快运绝不把司机当成廉价的消耗品，我们实行司机合伙人加盟制，平台提供担保、货源和精准调度，司机享受85%的利润分红。我们通过物理防检铅封和节油现金奖励 KPI 来激发他们的内驱力，不用任何冰冷的监视器。我的上千名凌云司机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捍卫货物的安全和到达的准点率，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在为某个资本家卖命，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好日子奋斗。你们用资本的鞭子去奴役底层，我们用利益的共享和尊严的赋予去解放生产力。请问安德森先生，是谁的模式更落后？到底是谁在拖历史的后腿？好。楚总，你给我们所有人上了一堂极其生动的课。凌云快运的模式不仅在效率上接绝了国际，在管理和人情上更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大智慧、大格局。经过部委专家组的一致评定，全国现代物流标准示范枢纽的建设主导权将全权交由凌云快运集团负责。同时，我们正式聘请楚恒同志担任中国物流行业国家标准起草委员会的首席商业顾问。楚总，咱们赢了，连外国巨头都被您给怼得哑口无言。以后全国的卡车、全国的仓库都得按咱们凌云的规矩来。旧时代的车轮已经被我们彻底碾碎。通知临江总部，凌云集团准备迎接下一个更加伟大的10年。大宽，只要我们顺势而为，紧跟大势前行，这个时代就永远属于我们。